铁腕普京自上任以来，俄罗斯就顺利回血，除了经济上有些拖后腿，军事上依旧是美国强劲的对手。可如今被美国全面封锁的俄罗斯，在普京的统治下又能够续命多久呢？一旦普京卸任，能够代替他的政治强人都有谁呢？神秘无处不在。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普京能让俄罗斯续命多久的面纱。普京刷新俄罗斯人认知的3件事：一是把叶利钦对付了10年没有拿下的车臣收拾了；2是把干扰俄罗斯经济的寡头消灭了；3是大刀阔斧的搞改革，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什么苏联时期、叶利钦时期，通通被抹掉了。俄罗斯剩下的只有普京大帝时代。为了能够树立大国总统的形象，普京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俄罗斯人对于他的依赖程度大幅提升。就算梅德韦杰夫短暂的上任了，在民众的心里，好像总统一直都是普京一样。毕竟俄罗斯在铁腕总统普京的统治下，实现了工业的复兴、经济的重生以及军队外交的强大，走上了一条要和美国对抗到底的道路。欧洲不接纳自己没关系，直接搞出来一个与东西方国家都不同的发展方向，让俄罗斯重回世界大国的位置。俄罗斯一直忌惮着东方某大国，又趁着西方国家没反应，抢回了克里米亚地区，控制了乌东地区，让日本不敢轻易为了北方四岛动粗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想要和美国一较高下，中东地区怎么少得了俄罗斯的身影呢？一是离间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，就算离不开美国，也能让土耳其偏向俄罗斯；二是在叙利亚拥有话语权，让美国和伊朗斗争好坐收渔翁之利；三是收拢卡扎菲，开展俄罗斯和利比亚的合作。即便苏联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因为经济的衰落被收回了，俄罗斯还以自己的方式回到了中东地区。如果说美国不敢动俄罗斯的关键就是数不清的核武器库还不够，还有俄罗斯和我国之间的经济合作。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俄罗斯能在近20年里把大国形象树立起来，离不开我国的帮助，离不开美国的针锋相对，当然更离不开普京铁腕的执政方式，对谁都是一副政治强人的模样。当然普京并不是独一个，利比亚的卡扎菲、叙利亚的萨达姆、菲律宾的杜特尔特、伊朗的哈梅内伊，都是动荡局势下诞生的政治强人，但其中大部分人的下场都不太好。不知道普京会不会是例外？在美国的压迫下，2024年就要卸任的普京还能给俄罗斯续命多少呢？处于巅峰时期的苏联不仅让同处欧洲的大英帝国十分忌惮，就连称霸全球的老美也被当时的古巴导弹危机给吓怕了。可就在一夜之间，苏联分崩离析，俄罗斯接手了数不清的烂摊子。本以为叶利钦会重振沙皇时期的辉煌，没想到他放下了自尊，开始亲近西方国家，想和美国交朋友。结果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是两面派，单纯想要搞垮俄罗斯，把俄罗斯纳入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。于是经济节节败退，再加上俄联邦成员国的动荡，叶利钦也有点心力交瘁了，干脆舍弃总统的位置，保自己周全。现在的俄罗斯在普京的统治下，算是进入了伪巅峰时期。且不说普京年纪大了，俄罗斯需要更年轻、手段更铁腕的总统。瓦格纳的那个厨子还不安好心了。只要普京卸任，美国可就不会搞半死不活这一套了，继续苟延残喘还是被瓦解，就看俄罗斯顶不顶得住了。可是放眼俄罗斯，能够代替普京的政治强人都有谁呢？国防部长绍伊古、安全会议主席梅德韦杰夫，两个从未背刺过普京的人，而且始终站在反对美国的一面。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